安迪又来了。今天安迪要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年糕。安迪每次看人家做年糕的时候，安迪恨到牙痒，一直想要叫你们做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安迪的姐姐在士根庄，每一年过年都是做年糕卖的。但是安迪的姐姐不给我跟她打广告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一个人做，人手有限，所以她只是卖给熟客而已。而且还有做年糕，你要蒸，是啊，送给人家最少都要蒸8个小时，太长了时间。OK， 我们家庭式又做不到多，最多都是蒸4粒或者2粒，哎，8个小时嘞。安迪的姐姐做是8个小时，但是没关系，安迪有找到一个，这个叫什么名啊？有盐年糕。你看它的年糕啊，安迪撕给你看啊，它不会沾叶子的。这个是安迪的，但是因为这一个安迪已经收了2个星期多，不会粘的啊。安迪没有擦油的哦，但是年糕里面安迪会放油。OK。但是安迪不卖，变成你们会很难，因为每年过年都要，而且年糕我们也不需要多，就2粒啊，1个意思，或者你要送给人家，所以安迪会介绍你们这一家安哥的朋友的，这一个人做的人呢，他的爷爷留下来，就是他奶奶爷爷做下来，他们每年都有做，他们卖很多，但是他们没有做网站，在鸡蛋，他今年开始做，放弃Shopee 啊，Shopee 安哥现那个 link 啦。他说他会给安哥那个 link 啦，然后今年的呢，他说他要做去上网，然后他就是这样，他有包装，我不知道他要做怎样的包装。真空包装。啊，他说他蒸呢24个小时，但是10多个小时哈。10到20个小时。其实就算是24个小时是，他们是这样子，他们蒸12个小时，然后他们就让它在里面哦，完全冷却，就是早上蒸了。放到蒸了过后了，晚上了的时候是吗？他们没有开盖的，就让它在里面，它有余温在里面，让它完全的冷却，才拿出来才会漂亮。OK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24个小时。所以变成24个小时。为什么以前的人讲24个小时呢？因为以前是用火柴的，所以他们烧了12个小时，煮了12个小时过后，他们就放它到天亮了的，因为下面还有火炭嘛。就是这样的原因，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蒸这么久，因为我们有鞋柜嘛，是吧？为什么要蒸这么久？因为以前的人要放在神台啊，放在明年嘛，步步高升嘛。没有蒸那么久就会坏哈。啊，然后还一点安迪的是用水磨糯米粉，他的呢自己磨的，住家式的他们都是自己磨的，所以自己磨的就比较 Q 弹咯。OK， 好，我们开始做安迪的年糕啊！如果真的做安迪的还是不成功，安迪真的没有话讲了啦。安迪已经叫你们零失败再零失败了啦。买这一个有盐年糕 ，OK， 我们开始。然后很简单，你们不用去买罐头的。以前安迪和家里做来卖呀，都是用这一种，或者是牛奶罐。最小的呢是牛奶罐，很小，那个太小了啦。现在安迪叫你们去买一个，水果这种炸的水果，或者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桃啊 peach 啊，它的罐头都是这么大个的。荔枝的罐头你可以做这么大个也是可以，但是安迪今天给的分量360 gram 的糯米是做这个2个，啱啱好。口径是10寸，10寸啊，10 mm 啊，4寸啊，10 mm 4寸。然后安哥做给你看，会割手嘛哈？安哥会拿锤子去叮，给它弄平它。我们现在看安哥朵龙做这个罐头，来哦，你们看安哥怎样剪，要小心哦，剪在你的手前面那边。很厉害，要小心。剪一下，拿个钳子，这样啊，这样好进来。没。我们讲年糕的故事来，中国民间传奇故事，很多人都听过的。它有很多版本的，安迪不要讲那些历史的故事啊，那什么五国楚国啊，安迪不能记。安迪比较小时候比较看民间传奇故事比较多，又比较简单。OK，
春节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，为什么一定要做年糕？为什么叫年糕？有原因的哦。大家都知道，过年的时候那个年兽它会跑出来吃人嘛。春节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就放炮仗吓走那个年兽。人家冬天啊都在睡觉，它都是长期冬眠啊，它住在森林里面啊。这个怪兽它叫做年，过年的年，它每一年都出来。冬天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了，因为它很饿，其他的猛兽都在睡觉，就只有它跑出来吃。太饿了，它不能顶了，它就跑出来了，就在一个部落啊。一个村庄，一个部落那边，他每一年冬天的时候啊，寒冬的时候，他就会跑出来吃东西，吃人了，他就捉人来吃了的。所以有一个姓高的，在一个部落，一个姓高的人，他就知道年兽又要来了，所以他们要预防，他就吩咐村民准备做这个年糕。也有人做糍粑，什么都有啦，但是多数的都是做这一个，因为这个很耐收，就算他们做了，明年还是可以用。不知道那个年兽是几时来，他就在这一个冬天里面会跑出来捉人来吃，所以他们就做了哦，他们就全部就放在那个门口那边啊，放在门口，然后他们就全部人回家，就跑去地方躲起来，然后那个年兽冬天的时候它跑出来，很寒冷了，他们就把这一个放在门口咯，大家每一个住家都放在门口，然后他们就躲起来。然后那个年兽来了哦，他就找人哦，他就要找人来吃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找不到人哦，但是他很饿，所以他饥不择食，他就看到很多年糕在门口，当然是没有这个罐子的啦。以前的人是用竹篮的哈，等一下再跟你讲我用什么用竹篮，就讲得很凄惨刺激。然后那个年兽就没有的是，他又很饥饿，因为他一年才出来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吃那些糕点哦，吃这个年糕，吃这个糕，吃很饱哦。他就回去了，他吃饱了嘛，因为他冬眠的嘛，他睡觉不是冬眠，他就是一年睡觉，他冬天才出来的，哇，他就走了咯。可是村民还是哇，知道他走掉跑出来，哇，很高兴哦，大家人就和喜呀，很高兴哦。那个年兽就跑回去睡觉了，就冬眠了。这一次他就是真的睡觉了，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咯，这样没有人受伤害嘛，大家很高兴嘛，就出来祝贺啊，这样。春天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耕种了咯，就耕种这些糯米咯。所以就每一年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就祝贺，他们很开心，就放炮仗啊，然后他们就拿这个年糕来祝贺。所以年糕的由来的故事就是这样 ，OK。然后还一点哦，马来人啊，我们马来西亚马来人啊，很爱吃这个年糕的哦。以前安迪小的时候，妈妈做的时候哦，他们都要送给马来人，隔壁邻居呀，很多马来人，我们都会送给他一个，他们叫做 koi bakul 是篮，就是他们用那个竹篮，然后他们放香蕉叶，然后就倒这一个下去拿来蒸，所以他们叫做 koi bakul。其实这个年糕啊，也有人讲是马来人由来的，因为马来人也有的哦，马来人叫做 kuih dodol， 泰国也有，就是榴莲糕，他们有加入榴莲的，对，马来人也有，所以他们马来人很爱吃我们这一个年糕，但是我们的可以收整年，他们的就不能了，就哈利拉亚的时候，就马来人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吃一次就完了的了 ，OK， 所以马来人叫做 kuih bakul， 我们华人叫做年糕。好，我们开始做啊。比如说你的糯米，安迪做这个呢是2个瓶，360的糯米，糖也是一样要360。但是你们会讲，很甜啊，安迪我可以减糖吗？你要减可以，你可以减10 gram 到20 gram 而已，最多。安迪再给你最多是30，如果你再减到更低哦，蒸出来啊，它会爆裂的因为它糖分不够，它粘稠度不够，所以它过了1个月这样它就会爆裂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它水分也不够，然后也不能够储存太久，因为它的甜度不够。所以就是以前的人做是1比1，1比1，水也是1比1，但是不能够，因为水，比如说360，水也360嘛，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加给它大概70-80 ml 的水多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煮的时候它会蒸发掉。以前的人是阿嘎的，用眼睛来看的，所以他们这么多。等一下他搅的时候，他看到不够，他们会加一点点水。所以安迪不要，安迪就直接在这一边加水给你们，你们不用再加水。这个的分量是刚刚好，不要问安迪减糖太甜了，不要这样问安迪啊，到时候你们的年糕真的是不漂亮的。去人家的家拜年，你送给人家，你要知道一个年糕不便宜的哦，蛮贵的哦。我听我姐姐说 ，OK， 讲完了，还有一点。一定要放油，放一点点。为什么要给它 shining，kilat， 我们叫 kilat， 滑亮。有些人讲说，不要放油也是一样，可以，它的颜色那个滑度没有那么漂亮，一定要放一点点的油 ，OK？ 好，我们准备的就是这样。斑斓叶可有可无，无所谓的。香蕉叶一定要，
你们要放塑料袋的，就是 plastic 袋的，也是可以。你们去买那种耐高温的，是 OK 的啊。香蕉叶最好是用火来烤，为什么？它的味道出来。安迪教你们最好的方法，烫斗烫。来跟安迪看怎么样烫斗烫。你看哦，安迪这样哦，直接烫。你看，很香的香蕉叶出来。安迪已经抹了的哈，用一个湿布把那个香蕉叶抹干净了，我就拿来烫。然后有一点，安迪很喜欢烫，为什么？烫了过后哦，你的烫斗滑滑的，很好烫的。以前的老人家每个人都知道，当你的烫斗不滑不好烫的时候，你拿香蕉叶来烫一烫，它会有一层沫的，这种白白的沫，它会粘在那边的。然后你的烫斗很好烫，你看烫的时候它美美的，你看整个香蕉叶软到完，然后很香很香的，快不快？很快嘞！铁罐用剪刀对着底部画一圈，两罐你剪差不多6个这样啦。这个哈炒底炒面都无所谓，反正底部是没有看到，不要放1个，放2个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年糕它会露出来一点点，你可以把第1个撕掉。如果你看到第2个没，你就用咯，然后再放第2个。这边这一个大概1寸半到2寸，这一边是厚的，这一个是薄的，你就把它这样卷大概有1个圈啊，你看刚刚好1个圈，给它多一点点。这样抓住啊，你抓一扎哈头发这样啊，把它塞进去一点点，塞一半。如果你捉，你们是新手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放塑胶袋，怕它不能稳固它，你放一个塑胶袋下去。这一边你要剪掉它一点，如果是说太长，如果是说啱好，你就不用剪哦 ，OK。然后你就开始抓住这个头，慢慢把它往里面推，慢慢的。香蕉叶不会破的，然后拿这一个压它的边边，如果你有刚刚好的是最好咯，安迪压它边边这边旁边1层不够的哦，因为已经裂了哦，就算没有裂也是不够的。OK， 安迪再做第2次，安迪折了哦，看到吗？做第2，不够长哦，叶子没关系，又是一样的方法。这个上面有多了的，把它剪掉，它不要太多啊，这样开始。这样慢慢放下去了，可以哦。2层了咯。如果你看到这一边有裂痕，你撕一张，然后你就补刚才安迪的那一个波口有裂的，你看到哪里裂的，你就补哪里啊，这样子咯。来放下去，你不放心，你要放2片也是可以，没有关系的。你看，美美是不是？塑胶袋不要放在里面，就这样，它不会走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去做年糕，安迪教你怎么样做。好，我们开始咯。还是一样，安迪的糯米还是一样的，用恰波克，因为安迪做了啊，很漂亮哦。这一粒我还没有拿出来，你看，糯米粉还是一样用恰波克的啊。安迪不是跟他打广告啊 ，sorry 啊，我没有跟你打广告啊。因为安迪用了下来是真的好用的啊。来，给你们看，真的是很漂亮。安迪这边不会滴水的哦，教你一个方法，等一下啊。360 gram 的糯米，360 gram 的糖，安迪减了20，340。冷锅冷糖，我们要煮焦糖，安迪买的是粗糖，你们有幼糖也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340。哦，安迪刚才讲的那个年糕哦，它是家庭式做的，但是它做大量，很夸张的哦，而且它没有在网站卖的，它是批给那些熟人卖。尤其是一个马来婆，很多熟客都知道，他们去那边订的。他现在放什么？有盐啊，有盐年糕，他没有做过 online 的。现在的人很厉害，全部人都要做 online 的。安迪是老的，安迪不老，安迪年轻啊。去打州的。啊？去打州了，不是结果。哦，我以为在东那个。在去打州的。他的秘方是听说是他爷爷的留下来的。然后哦，他是磨米。然后我看到他那个磨米机，以前小时候安迪磨的，安迪磨哦。然后我们家有磨米机嘛，那整个乡下没有人有磨米机嘛，小型的啦，因为我们做茶果我们要自己磨嘛，所以有人拿来给我们磨的。他们那时候是算1 kg 还是算猪八的，1猪八2猪八这样的算的。安迪不知道怎样收了那个钱，安迪收哦，磨到哦2毛钱啊2毛没有2毛半 kg 还是1 kg。不知道几多 kg 又5毛，安迪这样子每天收那个钱，哎呦蛮多的嘞。安迪还可以买家里一个彩色电视机，那时候很美美，
而我妹妹弟弟啊，我们大家凑钱买一架14寸的彩色电视机。那个时候刚刚流行彩色电视机，所以我看到它是磨的，所以它是磨的哈，就比较 Q 弹哦。他说它的可以收整年哦。来，安迪给你看，安迪收起来呀，它做到蛮漂亮哦。你看它的叶子，它很会放一下它的，你看，它放3层。它放3层，安迪叫你们蒸的话呢，大概3个小时到3个小时半。做汤的是10到20个小时啊。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容易做，问题是你要用那个火 gas 啊，几个小时很浪费啦啊，所以我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介绍给你。这个是它的哈。这个是它的，有很香，你看，它的香蕉叶也蛮多层，看到吗？有一个圆的在下面。安迪要收住了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很多亲戚来啊，要吃啊，要煎啊。安迪去年没有教你们哦，很香啊，不可以哦。哦，不可以。姐姐还做年糕卖呀、姐姐都不做了咯。我姐姐已经老了，不做了，没有人接手了。消失了咯，看到吗？这个年糕完为止。年糕的颜色在于你的焦糖，糖油完了啊。你看啊，焦了哦，出烟了哦，不要一下子倒完啊，慢慢倒，慢慢倒，慢慢倒，要小心哦，慢慢倒，水是烧的哦，看到吗？水是450啊，啊，安迪的火是大的啊，开完了的啊，要琥珀色，你看我拿起来还是琥珀色的，安迪，你看安迪的不会结块的，为什么安迪的水是滚烫的水？厉害你！哎，安迪看了很多人煮都是结块的，安迪这个一叫啊，大家都会有。好了，我关火了。这个斑斓叶拿掉它，因为这个焦糖的味道是很重的。琥珀色这个叫做，一定要完全冷啊，才可以放下去这个粉这边啊，现在不可以放啊。等等 ，OK？ 你看安迪哦，糖煮出来的。糖和那个水煮出来，当然是糖水到飞的很低哦。自己讲自己的觉得啊，450 ml 煮了出来还是450 ml， 看到吗？这个时候，筷子最好用的，慢慢倒。你不要和很多人把粉倒进那个水那边哦，那时候你就头甜了哦。那时候那个粉一粒一粒哦，你的朋友转不要紧啊，慢慢倒。不要倒完啊，把它做成花絮，然后薏米油1大匙，一汤匙多，够了，不用多了。然后徒手了，开始，你一定奇怪，安迪为什么你要这样？再放糖啦，再弄啦，错了，所以你的年糕做出来不会硬硬的、Q 的。所以现在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像老一辈的人做年糕。他们就是直接倒完那个水就这样搅到它变成一个糊状就对了。以前的老人是没有的，以前的老人他们都是这样。所以你们为什么会吃很怀念婆婆外婆的味道？你们做不到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慢工出细货，然后他们就是这样一直搅一直弄，给它硬。你看它不成团嘛，再放 ，OK， 少量多次，为什么呢？要把它做成一个团，等一下安迪就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原因了。所以安迪每次看到人家做，气得恨到牙痒，一直很想做给你们看的。有人像安迪这样子搓这个年糕的吗？没有的，全部人直接倒完那个水就把它做成一个糊状了的。为什么安迪要这样子搓呢？要给它有弹性，又好吃，这样子它才会香。慢慢把旁边的边的全部弄下来。是谁每天就是这样把它倒完下去的？在家里做，手的人不会，不手的人就是这样打屁股。在安迪那边留言啊，说安迪我直接就把那个糖水倒到完下去的，留言然后给安迪打屁股一下，懂吗？就放那个 QQ 的图一个屁股在那边，然后安迪就这样啪下去，然后这样哦，你看，再倒糖，哇，你看安迪现在感觉到了滑滑的，你看这个粉。所以以前的老人就是这样，为什么他们用手这边慢慢搅？你看到安迪搓的还没有的哦，又再加水。你看这个颜色，琥珀色，多么的漂亮！像那个麦芽糖。
就是哦，麦芽糖也是刚才我这样子做的嘛，看到吗？哦呦，你看多么的漂亮啊，滑滑软软那个，一亮啊！看你做到很爽，做到那种感觉。再来，你看啊，每放一次糖水，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搅到它均匀为止，看不到糖水。最后咯，完了咯，安迪放完它啊，一定要搅完它。你看，糖水安迪450啊，放到完了，你看搅到完了，你看啊，它就是这一种感觉。你看一放下去，它是没有的完啊，没有痕迹的、啊，没有什么你写8字没有的啊。OK， 这个时候过滤，很多人过滤嘞，很难过滤的，我看了的，他们过滤啊，哎呦，一直要这样搅，安迪的不用的，很顺很滑的。哇，你看你讲到安迪，你知叻啦，每次我跟哎，那你最班来啦，你知叻啦。看到吗？安迪的不用去刮它的，它直接流下去的。因为我的是很滑。以前安迪这样子讲话，安哥这头这样翻白眼了，还是要再一次自己屙咯，自己啊！起来，真高啦！给来安迪给你们看啊，自动流到完了，不需要刮的，没有渣渣的啊！看，每个人做最后剩下。一定要过滤，是因为有渣渣有粉。你看我的是完全没有，可以流到完的，也不用用手去刮它的。学到嘢啦，你哋！哎呀，啲老了啦，能够留下来教给大家就教给大家啦，以后都没有人做。可以了，搞定，不要一下子倒满哦，先倒一半，因为你要调2个一样多嘛哈。所以我刚才讲那个姓高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年兽加上那个姓高的，所以叫年糕。安迪就是这样子放哦。水滚了哦，水要放得够啊。你看安迪放2个锡纸下去盖住，如果你不盖，等下水蒸气跌下去的时候，它上面会变成白色一层的。安迪用钢锅，为什么钢锅它比较热，然后我就比较可以省一点 gas 咯，然后就不用理它在里面啊。大火。开始的时候给它一个30分钟大火，到时候关中小火，30分钟。总共要多少个小时？3个小时半到4个小时，要比较耐收4个小时。反正我们都是收血柜，记住冷后3天后一定要放血柜啊，不然它会发霉的上面。好，30分钟我们等半个小时了哦，我们关中小火，中火这样就可以了啦，还要看你们自己的火啊。刚才已经半个小时了，安吉再蒸多一个3个小时就好，我蒸3个小时半而已啦。半路要加水哦。啊，自己要看哦，加的水不要加冷水哦，就加开水哦，就是滚的水加下去。好，来。这个嘞，因为要蒸，还要3个小时。安迪给你们看是安迪昨天做的啊，只是过了1夜而已。然后你们要把它装饰成这么漂亮，蛋糕原料店或者是卖那些拜神的神料的东西地方啊，蛋糕店也有 NSK 的拜神的地方卖，那个地方啊也有卖这一个的，一张很便宜的啦。它是这样一 set 的，一包里面的，你们就把它卷起来咯，然后粘一个复制。如果不要买，就去拿红包纸剪下来，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很新鲜的时候，你很难切的，你切不到，一定要用绳子切的啊！你看，绳子切，美美的。你看啊，香蕉叶没有茶油的哦，硬硬硬硬这样啊，很有弹性啊，很好吃。以前我妈妈做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少吃，因为看到腻了嘛。就算你没有撕香蕉叶也无所谓的啊。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一个重的地方，接出来了。哇，没有，不会甜哦，安迪剪了20罢了，我以为会很甜哦，不会哦。你看，你看。所以秘诀在哪里？知道了咯。没有一个人啊，像安迪这样子搓粉的哦。那个就是他的技巧，只是一点而已哦，多么漂亮哦！你看，硬硬硬硬的，真係好食啊，很好吃。来，老板。
安哥做做看不懂。好了，但是你们嫌麻烦，安迪介绍你去一个 link。现在有放上网卖。啊，现在他说还要放上网卖啊，因为以前安迪朋友送过来给我吃嘛，他说很好吃的，去打家庭式做的，很夸张哦，他做到很多熟客跟他买哦，只有去打的人知道哦。一天做很多。一天他说几多粒啊？500啊？一天，他没有，以前不会做 online 卖，现在知道了会做 online 卖哦。很多马来人跟他买。啊，马来人对，安迪看了啦，他做也是跟安迪差不多一样啊，还有 video 给我看嘛，安哥放一点点给他看。哎，不要录我啊，给我吃哎！哇，如果有椰丝沾下去，不是一流？现在，哦，现在这样的最好吃的沾椰丝，不用蘸。哎，我一个人吃了1/3，不要再吃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了，你们看哦，要自己做也可以，不要自己做，你们就去 order，OK？谢谢大家哦，啊，新年。